小伙伴们，刚才天太黑了，我们再祝贺一遍大河原先生拿了马拉松10公里年龄组冠军，年龄组冠军，谢谢谢谢，冠军，厉害！大河原先生这周末要跑松坂马拉松，松坂马拉松也冠军，加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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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嘿，大家伙儿早喽！12月10号星期二。这次的比赛特别的有意思，而且这样跑完，我肌肉第二天完全没有反应，几乎没有，一点点，所以也没停跑。今天要见观众，其实昨天也在这儿见了朋友和观众，还有几分钟，我现在跑到集合的地方，刚和大河原先生他们分开。后藤先生穿了阿迪达斯的那个 SL， 他说那双鞋平时的慢跑训练特别好。今天一会儿和观众聊聊天，然后去烘焙店吃早饭，在烘焙店跟大家聊聊比赛。昨天那节目折腾了一天，其实我中午就剪辑好了，然后就是发布完了以后，就一直在等他，可能转码又慢了，然后后来到晚上还不行，大概5点多的时候我又重新传了一遍，然后再晚一点的时候好了。这两天降温了，现在早上出来的时候只有2摄氏度。这周末他们去参加松坂马拉松。然后昨天我在其他地方发了个动态，征集台北晨跑的地方，应该不出意外是周6和周1都会有晨跑，到时候在那儿的朋友们我们一起见面。之后你们总说的白菜老哥也发来了邮件，他因为之前生病，这次不参赛了，但是我们应该也会见面。有好多小伙伴说鼻炎怎么办？其实我也有很严重的鼻炎，只不过在这儿可能空气湿润一些，比北京会稍微好一点点，没办法。不知道是不是站在那儿那2位？可能是吧。是您给我发的信息。您好，您好，您好。你们介意进到？大家看这位眼熟吗？前天在奈良马拉松的赛道，然后这位是第一次见面。你好，你好，你好。请问您介意出镜？不介意，不介意，不介意。哦，相机好小巧啊。对，带了个 pocket。啊，要一起跑吗？可以，就是累不累？有点慢，不累。没关系，走，那咱们怎么样？累不累？还行，就是那个脚踝的这个位置有点痛啊，对吧？一般跑步都是那儿疼，所以不用担心。可能是穿波12有点激进，然后6分配支撑不了他的那个。昨天前天什么成绩？方便说吗？4小时18，厉害厉害。您是来在这儿生活还是来玩的？在上海上学。在上海上学，就是这次是来旅行的，对吗？对。哦，那住在大阪还是住在奈良？住在大阪。在那个是在哪？北滨。哦 ，OK， 在大阪住。对。哪天回去？今天中午。今天中午就回去，但是上海很方便，又近又。是的，航班又多，对吧？对，就在想下一次来日本跑是哪场比赛了。行，那我们一会儿烘焙店再见了啊！崇拜小伙伴们，在烘焙店了。我昨天大家的评论和弹幕我都看了，然后咱们就借着这个聊聊昨天的比赛。有小伙伴特逗，说换衣服是付费的吗？为什么不给看？那更衣室肯定不好拍摄嘛，因为大家有的都在更衣。但是他们这儿也挺逗，那个志愿者和工作人员，不管是小姑娘还是老奶奶，就在更衣室里穿梭，好像大家都无所谓。
这是我跑的第一次自助存取包，但是特别有秩序。然后那些包，反正你放在那儿了，大家都整整齐齐的放着，还是挺好的。而且我今天跟大和元先生聊，我就说，看来阻碍我马拉松成绩的主要原因，或者参赛体验的主要原因是气温，并不是爬升。你看纽约马拉松也200多米，当时我手表记录的是230多米的爬升，因为气温低，我也跑得舒适。奈良这也是，你就说2小时52，大概就这个爬升的赛道，如果我全力以赴跑，可能是2小时45的样子，我觉得。那你看奈良2小时52，神户2小时46，才差6分钟，主要就是气温。我觉得对我来说，阻碍我成绩的就是气温，很关键。然后没想到最后那个冲刺能有那么长的特写和镜头，因为我猜就是那块我确实挺快的，那块最后冲到3分了。一般那个段位的小伙伴跑到那儿冲不了那么快，为什么呢？大家看我最后冲刺的节目就知道，最后几百米经历了2个大上坡，当时大家都没劲儿了。然后戴的那个不是头巾，那就是特像头巾，其实是帽子。有小伙伴说特逗，穿一蓝上衣，戴一个那花的那种帽子，特像大夫。跟女儿一起看视频，听到博哥说好多动漫不认识，然后女儿说不认识就不认识，特别逗，我也觉得特别逗，谢谢您，谢谢小朋友。然后刚才那2位观众，那2位女士，一位就是昨天在视频中出现的，昨天是首马4小时18，另外一位昨天4小时13，但是马拉松的 PB 是3小时30多。我说现在这小朋友或者开始跑步的人都太棒了，跟我那时候真是不一样了。现在人们练得特别好。因为今天是日常的节目，咱们就一边吃闲聊为主，还是老样子的早餐。来，2片吐司，1片普通，1片全麦，沙拉菜，煮鸡蛋，还有果酱，然后1块黄油。这次比赛就等于是完全没准备，基本没减量，然后也没有做饮食，就全都是平常怎样就怎样。但是呢，这次我有一个不成熟的小体会，就是减量和饮食也不一定真的对普通人的比赛有那么大的作用。因为我有对照组了嘛，就是神户的时候，虽然是因为热造成可能有点崩，但是呢，我自己的感觉是，就是赛前的碳水的戒断和超补对比赛中的帮助其实很有限，对普通人来说。所以我可能在下边的比赛再找一场气温和神户差不多的比赛再试一次，再有一个对照组。就是每个人可能对这个东西的反应不一样，有的小伙伴是对这个东西的反应特别敏感，有的小伙伴是对这个反应不敏感。我其实觉得我认为我是敏感的，但是就是也可能我的上一次经验那时候我还胖。来，先敬大家一杯咖啡，看这烘焙店。但是现在我觉得可能我这个年纪再加上这个体重，我的存储能力本身就有限，所以碳水超补呢能补出多少我也不确定了，就这个再找对照组。然后减量这个事情，这次我有明显的不一样的观点。跟大家简单复述一下奈良马拉松前这一周。奈良马拉松前一周的周六，就上一个周末的周六，平田先生的早训练，我们跑了一个4分04平均配速的30公里，最后还冲刺了。然后之后这一周也没减量，周3的强度课也没减量没减强度，可能唯一的减量是周5和周6。对，就是周5的时候就跑了10公里，按照平常应该是至少跑18公里，然后周6是完全没跑，去博览会了。我们一边一边啊，把果酱弄上。不知道现在国内超市有没有或者餐厅有没有这种包装的果酱，就这种真的是好方便，尤其是我这种手残的人，完全不沾手。
而且它这你再合上，你再合上以后，它也不往外撒。我对减量这事儿就有了一些不同的看法，我觉得不用减那么狠，减到70%可能足够了。然后就是比赛这次唯二的没有吃的补给，一个是巧克力，一个是那个红豆汤。巧克力是因为这次嘴都没停，实在空不下来吃了。然后红豆汤那儿昨天节目里说了，确实我要是你看就2-3个人在我前后左右，我要冲出去在路边突然趴在桌子那儿吃那个，可能工作人员也吓一跳，因为我远远看工作人员可能没有认为这个时候有人要吃，没有那个预案，工作人员还跟那儿歇着呢，然后也都没打开包装，我说算了吧。然后巧克力是因为什么呢？这次确实吃的东西太多了，我11公里拿了一个糖，为什么后来不拿了呢？糖到那柿子那个饼的时候还没横化呢，一直横着。然后柿子饼那儿正好有一位那个志愿者给我递那柿子饼，没拿住，还掉了，其实也就掉了。就是高速跑步中，你想给人递东西其实是很难的，你不如放在那让他直接拿，因为你不知道什么时候松手，他也不知道什么时候使劲儿，一般都是这样。我跟家属递东西出过一次这种情况，那年的东京马拉松能量胶我也没拿住，能量胶还是他这么拿着，我攥都没拿住，就挺不容易的，就是高速运动中。但是昨天我拍了好几次我要拿水，其实那个速度拿水对我来说就很游刃有余了，就是怎么说呢，比你的马拉松 PB 速度慢个20-30秒，你干什么都很游刃有余，包括吃东西。然后那糖豆，如果大家再参加比赛有那种糖豆，你想象中横着慢慢有糖挺好，对吧？但是我不建议大家吃，因为那种糖你横化了以后它碎，会碎成那种跟糖精那种小片儿，你稍微一快呼吸就会吸到嗓子里，就特难受。我差一点点，就是因为我没有那么快。我要是昨天是个极限的比赛前天，抱歉，那就应该是挺难受的，吸到嗓子里。所以糖豆这种建议大家比赛中别吃。然后那种点心，柿子饼那种点心，就是它那外皮是蛋糕，不是面包，就是低筋粉的那种最好也别吃，因为你嚼完以后到嘴里全都是碎渣，它就有可能呛。其他的都没事。那个寿司尴尬了，昨天家属问我，那视野寿司那叶子能吃吗？我说能吃吧，我说你这赛场上让我剥了叶子吃不合适吧？后来我一想也不一定，因为那肯定就是给来娱乐参赛，像程飞老师那样的，在那儿慢细嚼慢咽。反正我吃了，后来一查是不吃的，但是吃了也没事儿，就能吃，但是人家不吃，跟人吃粽子似的。你知道那叶能吃吗？你嚼动就能吃，差不多就是这样。还有什么有意思的事儿呢？就是能量胶带多了，但是我还是决定我那个逻辑，就是以赛代练。正式比赛怎么补给，这种练习赛就怎么补给，到最后吃的都有点撑了。其实也没多吃什么，就是水和那3个吃的。但是就是这种比赛，这种气温的比赛，虽然你水分还是会流失，但是不建议大家去喝白水，就是不建议进2.5公里那个水站，就是每5公里喝1小口能量饮料就足够了。喝多了你肚子就不舒服，因为你吸收不进去，你用不了那么多。然后那个刚才跟大先生聊天，知道有意思的事儿，就是在那个卖鞋那个店打工的肯尼亚那位兄弟，我之前提到过的，在长居公园那儿2小时10以内的，就是神户马拉松，不是对面第一集团过来我打招呼，我给人加油。第一集团过了以后，后边单奔跟着那位黑人兄弟就是他，但是他20多公里弃赛了，觉得赛道太难，成绩不理想。但对他们来说，成绩不理想，半截就不好了。然后前天，我们跑团2位女士都进了前8，一位第3，那位是只有周6会跟我们一起做长距离训练，然后另外一位第8名，刚才我们还一起跑步了。
然后水泽先生2小时49，好像是他 PB 了，那个赛道 PB 了不起。然后田宫先生2小时55。刚才忘了跟大家汇报这次比赛穿的装备了，帽子就还是这个，因为拍摄，上衣穿的队服，短裤穿的是轻功那条薄的短的压缩裤，半弹。然后特别说一下鞋，惊叹3第一次的全马比赛太棒了，就我之前担心那种说35-6公里之后可能会软的感觉是完全没有的。之前为什么有这担心呢？是因为我感觉它太弹了，那会不会就有那种感觉，就像 Vaporfly 一样？但是并没有，完全没有，最后冲刺非常带劲。那唯一有点遗憾的就是这个产能的问题，但是也没什么好办法。我看了看现在黄金号码，比方说40、40半、41，好像还有，再大的可能号不足，小一点的号的都有，大家可以去橱窗评论区看一下。另外就是手表，这次是 Pace Pro 的第2场全马，这次的区别是戴了耳机，用它在跑步和听歌。这一场比赛完了，昨天到家，前天到家，到晚上剪辑完了，我一看电量还有80%左右，就一场比赛全程听歌，赛前赛后也一直听着歌的情况下，挺不错的。然后马上双12开始了，对，大家可以看看我的橱窗和评论区的置顶，就这儿其实就是直接到淘宝的官方店，跟大家直接去是一样的，区别就是在这儿我能有些微薄的收益。高驰这边是 Pace Pro 有其他打折的附件，然后 Inza 360好像是在优惠，而且他们好像出了一个官方的那种 Go 3S， 然后还有就是菲比特应该也在优惠，好吧，那就谢谢大家了。然后像这种比赛，就我这么跑比赛，跟大家分享的感觉就是差这几分钟其实差的特别多。就是30多公里的时候，其实我都没什么感觉，就是说加速就能加速，说减速就能减速，就能聊两句，然后干点什么也不影响。到最后冲刺的时候，最后40公里的时候，就我还能再快。为什么不再快了呢？就是因为这周末还有台北马拉松，然后就是说为了安全第一吧，也不想减量休息，所以最后就没有再快。其实最后能提早2-3公里冲刺的，就是这个感觉体感。你看最后到体育场我那冲刺还可以哈。所以马拉松这个事情是这样的，就咱们再做一个对照组。2020年的北京，在无锡马拉松之前，我那次线上北京马拉松自测，差不多气温和这次一样，没有爬升，我跑2小时51，最后也是能冲刺，就觉得还能再快。但是那天跑完以后，浑身疼难受，休息了好几天都缓不过来。而这次奈良，你看这么高的爬升，2小时52，我跑完以后什么事儿都没有，就真的不开玩笑说浑身上下没有一个地方肌肉疼。就跑完那天，昨天和今天完全没有。就你别说周耗周的背靠背，你让我明天去跑个比赛，我估计也能差不多不会太差的成绩。这就是能力的进步。为什么喜欢马拉松？还是我那句话，马拉松是少有的，真的一分耕耘一分收获，勤能补拙笨鸟先飞就管用的项目，真心话。好多小伙伴说30多岁40多岁开始跑步太晚了，一点都不晚。大和源先生开始跑步的时候40多岁，这次奈良10公里年龄组冠军38分多，然后几乎是繁忙的赛季的时候恨不得周参赛，然后参完赛就出差，这种是不是？所以屏幕前的各位，包括我，尤其是我自己，我昨天跑以后就想起那年的2小时51， 4年之前，就致敬昨天的自己和这几年昨天和今天之间这些时间的努力是会改变一个人的，在马拉松赛场上尤为的明显。虽然一朝一夕的训练你可能看不到变化，但是以年纪的时候，你会发现这种潜移默化的提升会让你觉得特别的有成就感和开心。那行吧，最后还是祝大家能努力生活，健康平安。这周去台北，咱们这周末台北马拉松一起努力。那我们明天
周三早晨大人的早训练，明天再见。